家好，欢迎来到 Evan Sip YouTube Channel。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最近有几个顾客都有这个疑问，就是他们会打电话给我，问我说，Evan啊，最近行情这么坏哦，我们是否应该继续买屋子下去？他们都是担心说，物价会不会继续掉下去？我就想说，完了，今天我觉得有可能有很多其他的人也是会有同样的疑问，所以我就想来跟大家聊聊一下这个话题哦。OK， 我本身呢，是进入这个 real estate industry as investor since 2008。所以刚好那个时候，你们还记得的话，2008年其实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美国有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所以它也是影响到我们马来西亚的 economy， 变成物价都掉。那个时候也是很多人也是像这样慌。其实我可以说，现在比那个时候还更糟糕哈，因为那个时候只是economy 衰退。OK，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economy 渐渐衰退，还有加疫情下去，所以变成整个局面看起来更糟糕哦。所以那时候2008，if 你去问你哪一个朋友都好，有投资在房地产的那些when 每个人都很慌的时候，他们都很理智的去continue 继续投资在对的房地产，好的房地产。过后when那个 economy 又在调好，又在 improve 的时候，又在好起来的时候，哇，谁赚钱？那些人全部都赚钱咯，笑着去银行哦。大概2008年、2009年买屋子的人，2012、2013有卖掉的人，全部都是赚最少 double up 它的物价。所以今天 if let's say 你是那个时候2008年错过的，所以那时候你想，哎呀，早知道那个时候我就要买房地产呢，还是我要买 stock market 啊 ？OK， 我们不可以改变发生过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take advantage of 现在在发生的事情哈。像我以前我比较早的 video 我都讲说，房地产比较容易投资，是因为房地产的变动不会很多，而且它都是会随着history 的那个发生的那个 pattern 都是差不多一样。所以你记得的话，那个时候2002、2003的时候，我们有 SARS 对吗 ？SARS 那个时候香港也是被 hit 到很糟糕一下，它的物价全部都掉。那个时候每个人还以为说，香港一定是不会有人再继续住在那边，所以很多人都抛掉他的房地产。所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保险的 MDRT Top agent 来的，所以赚很多钱。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投资在房地产，所以你懂他看到的，每个人看到是危机的时候，他唯一一个人看到是机会。他怎样呢？他其实那个时候他还是戴口罩，搭飞机下去香港。meet up with 那个香港的 agent， 就是签 SBA 买那边的房地产，因为那时候那个物价掉差不多超过50%，他就是签了就马上带回口罩，又再坐飞机回到来槟城，回到来 KL， 他是 KL 人 ，so 每个人都知道 after that 他的 ending 是什么咯 when 过后SARS 好起来之后，那个物价又在调高之后，他是赚钱的咯。所以我们都看到很多是 even 2008年、2005年那个时候有 US.com bubble 也是一样哦。那个时候stock market 那个时候是 stock market 中比较改咯，也是掉到很多So if let's say 你可以看回那些历史每一次有 crisis 的时候when 物价掉。when stock market 掉的时候 if 你是一个很理智的人，你就知道说，今天 when during crisis 的时候 if 我有那个能力去买好的investment， 比是物质mean real estate 或者 stock
when market recover 的时候，你一定是赚钱的，因为 when crisis 的时候，这些东西价钱都是一定是比较便宜啊，因为很多人都是乱丢价钱啊。所以他们讲每一次有 crisis 的时候，那些有做好准备的人他就是他们的一个黄金的 opportunities After 那个 crisis over， 他们一定赚很多钱。所以很多有 prepared 的人最喜欢，不是说他喜欢要有 crisis happen， 但是 if 你们有读 economy， 你知道说 economy 一定会有上，一定有下的。那个是跑不了的，它 economy 没有可能永远上，也没有可能永远下。它上到一段时候一定会 correction， 也一定会掉回下来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回我们自己马来西亚的房地产的历史的话，我们都知道说，我们2008的时候，我们马来西亚的房地产也是掉。过后2009的时候，我们的首相那时候是 Abdullah Badawi， 他abolish 掉RPGT， 就是说免那个real property gain tax， 就是说你卖掉屋子，不管你有赚钱的话，都不需要被 tax 的时候，那时候2009开始，我们的物价真的是开始上到if let's say 说是在槟城的话，上到大概2013、2014这样2015头的时候 ，when when GST when 政府introduce GST 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物价才开始掉，2015掉，2016、2017、2018、2019 2019的时候，我们就是去年我们的government 政府也是有开始 introduce 很多 stimulus package 来。有 introduce HOC home ownership campaign， 就是说每个头一次买屋子的人会拿到 discount 10%， 免律师费这些stamp duty up to 500千的也是 exempted from stamp duty 这一些所以我们的 HOC 本来是1月到6月过后，去年过后它 extend 1月到去年12月一整年，所以本来是其实 I think for 那个我们的政府的 sites。本来是以为说，after introduce 到 HOC， 他们Bank Negara 也是去年有是开始调低那个 OPR， 就是说我们借贷款 for 屋子会比较便宜之后，以为说今年2020年其实我们的economy 还有 market 应该会 improve 的，哪里知道没有人会想到说，会有武汉 virus， 所以武汉 virus 就变成我们现在我们的property market 也好 ，economy 也好 ，continue 又在下咯。so if let's say 你是买家的话，其实买屋子现在是最好的，当然是现在咯。if 你看回来的，我会 show 你你看回那个我们的 history。的那个housing market 的 chart 你就知道说，其实2020年它是我们的物价是有可以说是跌到已经谷底了的compare with 2008差不多，有可能还会更低了一点，所以没有人可以真正predict 到它的 rock bottom， but 可以说已经是 consider 是 one of the rock bottom 了的已经是到很低的价钱了。所以今天 let's say 你真的是有那个能力 ，OK， 没有买过屋子，你要买屋子来自己住，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候最好的时期。Bank 的 interest rate 现在是 below 4%呢，低到其实还低过那个时候2008、2009的时候，而且我们又 foresee 说，在下个几个月a few months later， 我们的 Bank Negara 还会调低那个 OPR， 就是变成有可能我们借贷款 for 我们的屋子的贷款，有可能是会go as low as 3.5 or maybe 3%。So if 今天物价又便宜，你要借贷款利息又低的时候，你还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时候买屋子，人到底几时才是一个好的时候买屋子呢？对不对？所以你看回 chart， 你看回 history 的话，其实今天你要买来自己住，你应该现在的时候应该进场去买屋子for自己住。那 if let's say 你是想要投资在房地产，其实现在有很多房地产是 below market value 的
你又可以拿到 below market value 的好的屋子的 property， 但又可以借到贷款利息这么低，你还犹豫什么呢？现在最大的 problem 是犹豫说那个 bank 有可能不要批你的 loan，if like let's say 那个 bank 要批你的贷款，你马上可以去买了咯。像我本身呢，其实渐渐这几年我都有一直在买房地产，所以可以说其实我都过得是有一点full 了的哈。So even if 我现在看到很好的屋子，我最多也是只是可以recommend 我的 friend 啊，或者我的那些 investors 或者我的顾客买咯。我本身呢 quota 已经是快满了啦，因为我觉得说我们 as an investor 也好。最重要的是，我们要 manage 我们的 cash flow 很重要，不可以太贪心哦。OK， 钱是赚不了的。I mean there's so much of money in the market， 你一个人没有可能可以赚到完。最重要是要manage cash flow， 连适当的时候应该要出手，应该要去invest 的时候就应该去as long as 你不要 over commit。OK， 不要 overcommit， 但其实都是 OK 的哈。我没有看过一个 economy 是 forever dive 下去的 ，I think 没有发生过啦 in history 哈。So 就是 if today after 我的 sharing， 我就希望说可以帮到有很多人有一些 concern about whether 现在是一个对的时候买屋子呢？其实答案都已经在那边了哈。所以最重要的是银行要借你贷款，银行不要借你贷款。无法就无能为力。So if 你们是 after 看了我这个 sharing， 但有去投资的话，有 take action 去投资，但过了几年真的是赚很多钱的话，要记得请我吃哦。但是我也是有可能会用我的一些 spare cash 去看看一些好的 stock 好的 stock， 因为你们都知道说 US stock 也是已经掉了很多，那些 blue chips 像Facebook Starbucks、McD、Apple 这些 stocks 现在都已经掉more than 40% 了。So if you extra 的 spare cash， 有可能可以 invest 一点点咯。OK，so 今天我的 sharing 就是到这边。So 希望你们觉得我的 sharing 有帮助到你们的话，请你们按一个 like、subscribe， if 可以的话顺便 share， 还有按那个小铃铛 ，so that 我下一次我有 upload video。你们将会第一个被通知的哦。OK， 拜拜，来，我们趴讲，拜。